时隔9年，乌军再次登陆克里米亚。这段时间，有关乌俄的爆炸性事件一个接一个往外蹦。瓦格纳团灭事件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一个乌军登陆克里米亚。就当前局势来看，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渗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地步，离总攻的时间不远了。这就有一个问题，乌军此次登陆克里米亚是如何做到的？当前克里米亚的局势如何呢？8月24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下属部队与乌克兰海军合作，派遣了一个10人小队，乘坐2艘登陆船登陆克里米亚最西端的奥列尼奥夫卡和马亚克，与马亚克定居点的俄军发生交火。结果呢也很不错，俄军死的死，伤的伤，装备也没了。反观乌军无人伤亡，并且在克里米亚挂上了乌克兰国旗。完成所有既定任务后，便撤离了克里米亚。整个事件过程就是这样，登陆克里米亚与马亚克定居点俄军交火，胜利后插旗离开。看起来十分简单，也没什么多余的动作，也没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但最大的问题是，乌军是如何登陆克里米亚的？之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军有能力打击克里米亚的任何地点。火力军并不怀疑，海马斯加 M31、苏24加风暴阴影以及乌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游击队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在火力军的设想里，两栖登陆并不在考虑范围。虽然黑海舰队已经被打残了，但好歹有点侦察舰、巡逻舰，在没有空中与海上优势的情况下，两栖作战是很难的，风险太大。乌军之前对克里米亚的袭击出动的都是无人艇、无人机或者远程导弹精确打击，那为什么乌军这次会选择登陆作战，又是如何躲避俄军暗防部队的？首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乌军会选择两栖登陆作战？从战果来看，乌军这次登陆克里米亚其实并没有很大，毕竟只是一个10人小队，只消灭了30多名俄军。如果放在扎波罗热、巴赫穆特这种烈度较高的战线，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乌军在独立日这个时间点选择登陆克里米亚，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可以理解为收复克里米亚第一枪，也是乌克兰增强民心的一种方式。至于乌军躲避俄军暗防部队的问题，则是跟这段时间乌军对克里米亚的袭击有关。8月23日和8月24日分别是乌克兰国旗日和独立日，自然要给俄罗斯送点礼物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几天俄军无人机对莫斯科的袭击就没断过，然后莫斯科机场短暂关闭，在莫斯科商业中心工作的白领直接远程办公。克里米亚方向风暴阴影又瞄准了克赤大桥与琼加尔大桥，随后克赤大桥关闭交通。可以说莫斯科与克里米亚的防空部队这段时间一直都处于备战状态，只是很可惜没什么用。8月23日，布达诺夫表示很快就会在克里米亚看到惊喜。结果乌军摧毁了俄军2个系统，堡垒岸舰导弹系统以及一套 S400， 直接损失10亿美元。这是怎么办到的？8月23日，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西部奥列涅夫卡村附近的俄军堡垒导弹部队连续发生了7次猛烈爆炸。这个堡垒就是俄军攻击敖德萨的主要武器，可以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而且乌军在同一地点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一套 S400， 爆炸导致装置本身、安装在其上的导弹以及配属的 48YABK1 雷达被彻底摧毁。只能说有点尴尬了，好好的一套防空系统不仅没发现无人机，自己还被干掉了。不过具体的细节乌克兰并没有透露。有人认为袭击俄军阵地的导弹是从海上发射的海王星或鱼叉，也有可能是风暴阴影、斯卡普 EG。 当然过程不重要，战争要的是结果。奥列涅夫卡的 S400 被击毁，也就意味着俄军的侦察出现了漏洞，而且乌军在袭击前就对塔尔汉库特角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数周的监控，哪里防守薄弱一清二楚。加上俄军装备的 S400 不太多，奥列涅夫卡地区的防空并不能马上恢复，两栖部队成功登陆克里米亚，火力军也能理解。除了奥列尼奥夫卡和马亚克的防空漏洞之外，乌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也有功劳。在登陆克里米亚之前，乌军的两栖登陆小组在蛇岛附近露过面。按照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8月22日，俄空天军的一架苏 30SM 在蛇岛东部摧毁了一艘美制军用快艇，上面载有乌军登陆小组。
火力军估计，乌军这是在误导俄军，让俄军以为自己要加强蛇岛地区的力量，对克里米亚则是徐徐图之。随后，趁俄军兵力分散以及防空出现漏洞的时候，直接登陆克里米亚。就局势来看，克里米亚重新回到乌克兰只是时间问题。至于收复克里米亚的过程，火力军的看法还是跟之前一样，切断后勤，削弱俄军实力，获取制空权，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如果乌军能完全切断后勤，克里米亚的俄军就会跟去年的赫尔松一样，因后勤物资不足而战略撤退。俄军就算是不走，乌军收复克里米亚的难度也会无限缩小。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必须要有制空权，乌军这次小规模登陆克里米亚只能算是骚扰作战，对这方面没有很高的要求。但大规模登陆作战不同，需要压制地方的岸基火力，比如 F-16携带对地炸弹，对俄军阵地实施精确打击。随后，两栖部队登岛作战，海马斯则是在后方挨个点名，轰炸弹药库、指挥所，这才是收复克里米亚的正确打海方式。火力军估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乌军这段时间针对克里米亚以及莫斯科的袭击很是频繁。8月12日，乌军使用改装后的 S-200对克什大桥进行袭击，被俄军拦截。8月13日，泽连斯基承认乌克兰袭击了克什大桥。8月19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披露了去年10月袭击克什大桥的细节。虽然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但乌克兰这个当事人讲出来也算是表明态度。同天，乌军再次使用改装后的 S-200袭击克里米亚地区。8月23日，摧毁 S-400与堡垒。8月25日凌晨，塞瓦斯托波尔发生强烈爆炸，乌军42架无人机袭击克里米亚。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9架无人机被摧毁，33架无人机被电子战手段压制，没有造成损失。当然，莫斯科也没落下。8月23日晚到24日凌晨，乌军多次使用无人机袭击莫斯科。俄罗斯卡卢加和图拉地区防空系统启动。按照俄罗斯的说法，乌军袭击俄军境内目标与机场的计划失败，但是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又一次暂时关闭。同时，卡罗加州谢基夫卡军事空军基地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这里驻扎的是俄空天军近卫第22重型轰炸机师以及第52重型轰炸集团，携带匕首的米格31和图 22M3 都在这里，目前损失未知。除了登陆克里米亚之外，乌俄战场上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乌克兰第16个月成功策反一名俄军飞行员。前段时间，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成功策反一名俄军飞行员，其驾驶米8直升机向乌克兰投降。这可不是瞎说的。8月23日，俄罗斯那边的媒体报道，几周前，一架俄米8的机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迷失方向，并越过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随后降落在乌克兰波尔塔瓦机场。这个某些原因很有说法。从俄罗斯最近的国界线到乌克兰波尔塔瓦机场距离超过100公里。米8需要在乌克兰空中飞行20分钟才能抵达。有意思的来了，乌军并没有采取措施，使用毒刺、星光之类的导弹击落这架米8，足以说明这是双方商量好的事情。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这是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特别行动的一部分，将俄军的米8引诱到乌克兰境内。国防部情报总局历时6个月才策反了这名飞行员，原本隶属于驻扎在托尔马切沃机场的第33独立直升机团第2直升机中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人员在米8直升机货舱中还发现了战斗机的部件。直升机上除了飞行员之外，还有2名机组人员。飞行员本人投降，其家人已被提前带出俄罗斯。目前飞行员与家人一起在乌克兰。按照乌克兰之前公布的内容，携带直升机投降将获得50万美元的奖励，还可以帮助飞行员及家人脱离战争，前往第3国。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之前还策反过一名驾驶轰炸机的俄罗斯飞行员，只是没有成功。今年4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新闻媒体就曾报道了一起乌克兰特工策反未遂的事情。当时乌克兰特工计划策反可以驾驶图 22M3 和图160的伊戈尔。特工联系到他时，伊戈尔的驻扎地是位于萨拉托夫州东部约14公里处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当时给伊戈尔的承诺是，后者如果能够驾驶图 22M3 成功降落在乌克兰，就会得到100万美元，而且伊戈尔的家人也会在其叛逃前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在俄联邦安全局的干预下，策反没能成功。不过也有说法表示，这是俄罗斯在钓鱼执法，但是战争背面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而且乌克兰的策反计划早就开始了。乌俄战争爆发之初，乌克兰就通过了一项法案，
任何人只要能向乌克兰移交俄军的飞机或军舰，都可以获得最高100万美元的奖励。如果是军用卡车，最高奖励是1万美元。去年10月份的时候，乌克兰还在前线公布了投降操作指南和联系方式，用火箭炮发射二维码引导俄军预约投降。个人投降可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二维码，但团队投降依然采取白旗以及军官线下联系的方式。今年7月27日的时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布公告，说他们抓了一个黑海舰队的俄罗斯水兵，这个水兵已被乌克兰方面所收买，弄了一个自制的简易炸药，准备要炸黑海舰队的船只。可以说，乌军的渗透策反就没停止过。从莫斯科号沉没到本土关键设施接连起火，再到俄官员在本国离奇死亡，估计都有乌军特工的影子。当初的烟头事件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只是俄罗斯觉得丢面子，并没有公布。总的来说，乌军当前反攻的步伐确实缓慢，但是乌克兰在夺回所有土地前都不会停止战斗，不在乎需要多长时间，这点火力军完全赞同。胜利是需要循序渐进的，而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收获的季节。莫斯科被袭，克里米亚大桥关闭，堡垒和 S-400防空系统被摧毁，图 22M3 损失2架，俄罗斯损失的都是大件。而且乌军时隔9年再次登陆克里米亚，局势一片大好，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差 F-16。或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近100架战机制空掩护，数百艘舰艇大规模抢滩，将数万乌军送上克里米亚，执行真正的决定性登陆作战。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F-16抵乌之后能改变乌俄战局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